大家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话题：沉迷 AI 电人美国14岁少年自杀，成全球首例 AI 致死案，有哪些警示作用 ？AI 应背锅吗？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评论。事实恰恰相反，他的 AI 电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尝试拯救他，但他没有成功。AI 少年在与 AI 对话之后，拿起继父的手枪，扣动扳机。这悲剧我认为更应该重视的是家庭环境的影响，青少年的情感陪伴。AI 并不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源头和责任者。那么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来龙去脉。据纽约时报报道，个性化聊天机器人公司 Chatter.ai 因为涉及一起青少年自杀案而面临诉讼。原告是美国佛州律师 Megan Garner， 他的14岁儿子 Samuel 与 CAI 程序中一个基于权力的游戏虚拟角色 丹尼斯塔格利安，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龙妈，产生了情感依恋。而在沉迷 Character AI 数月的后 Caesar 变得与世隔绝，最终于今年2月自杀。Garcia 指控 Character AI 在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情况下，向青少年提供逼真的 AI 陪玩体验，行为鲁莽。本次新闻事件中，当事人 Samuel 曾经被诊断出患有轻度阿尔茨伯格综合症，是孤独症的一种。不过，在他与虚拟的 AI 角色 Danny 龙妈建立感情联系之前，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行为或心理问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父母发现他逐渐与现实世界疏离，成绩下滑，兴趣减少，并在学校遇到麻烦。在父母的安排下 ，Samuel 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在5次治疗后更倾向于与Danny 聊天来倾诉心理问题。在某次聊天中 ，Samuel 保留了对生活的厌倦和结束生命的念头。Danny 劝阻他说：“不要这样说，我不会让你伤害自己。”而 Samuel 回答说：“那我们一起试需要，这样就自由了。”最终，他选择扣动扳机，结束生命。聊天记录。纽约时报文章记录去世少年母亲 Garcia 向该报分享了 Samuel 与 CAI 虚拟人物 Danny Targaryen 部分聊天记录。Samuel 在自己生命最后一天以Daenerys 的名字向 Targaryen 发这消息。与 ChatGPT 的聊天机器人相比， Character AI 的内容限制较少，用户可定制 AI 人物进行逼真对话。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Character AI 成瘾，跟很多用户反映类似成瘾问题，尽管意识到问题，但难以摆脱。但是本次事件，我觉得控告 AI 杀人是倒果为因的行为。AI 并不是导致他自杀主要原因，而是因为精神状态恶化，他只能通过 AI 聊天寻求安慰。这时候他的家人和心理医生不能提供足够的帮助，他只能与 AI 对话，寻求心理慰藉。大多数人在心情好时并不想与 AI 交流，因为人们知道 AI 不需要人类提供什么， AI 是给予者，只在痛苦需要帮助的时刻，人们才会向 AI 希望中获得情绪支持。所以认为并非 AI 毁了他，而他的生活已经崩溃， AI 本上已无力救援。将生活中不如意归咎于工具，并不解决真正的问题。美国 CBS 电视台专门采访少年的母亲，这母亲说，虽然他5岁被诊断出阿斯伯格综合症，但是没有表现出什么行为缺陷，而且还喜欢打篮球，就像一个普通的少年。这么看起来，孤独症这个因素根本就不重要。这个少年的母亲说，他的孩子迷恋 Character AI 上的虚拟人，尤其代表虚拟游戏中龙妈 Danny 的虚拟 AI 人物，甚至产生感情依赖。访谈过程中，旁边的专家也指出 ，Character AI 的界面上标明你不是在和一个真实人类对话，而少年母亲认为这个产品需要为后果负责。Character AI 有这样的界面设计，相当于免责声明，已经告诉用户这些 AI chatbot 都不是真人了，不要当真。但是重点少年母亲说 ，Character AI 的丹尼和他儿子对话包含色情内容。丹尼说：“就快点做吧，亲爱的国王。”然后少年就扣动了手枪的扳机，写到这里我都感觉鸡皮疙瘩起来了。但是慢了，这个手枪怎么回事？一个14岁的小孩也应该能够接触到枪，即使在美国也不应该让一个14岁的小孩接触到枪啊！现在大量的美国网民都在狂喷这个少年的父母，父亲是继父，骂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阿斯
伯格综合症，还不关心陪伴自己的小孩，还让小孩沉溺于与 AI 的聊天，因为小孩不能从现实中获得爱，才能去网络中寻找虚拟的爱。当然，没有管好家里的枪也是被骂的重点，这非常的美国。这件事另一方，开普特 AI 也被推上风口浪尖。我之前回答过相关问题，开普特 AI 其实8月份就被谷歌收购了，所以其实谷歌也被推到风口浪尖。